大家好，非常荣幸受邀请参加 Bitcoin SV 的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我是刘爱华，是 Bitcoin SV 的独立开发者，大家也可以称呼我老刘。我是从2011年开始了解比特币的，后来呢就在这个行业开始创业。2017年我从创业公司离职之后呢，就成为了独立的区块链的研究者。现在呢，同时也是比特币协会的培训讲师。下面开始就我们的演讲主题。本次主题呢是比特币网络原理及经济激励机制。内容呢包括 Bitcoin SV 的历史，然后还有比特币网络的经济激励机制，主要是面向比特币系统运行原理感兴趣的听众。同时呢，也欢迎其他的广大的开发者。那么我们先把时间回到大约10年前。首先，当时中本聪还是在比特币的社区里面，还是在这个项目里面。那他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邮件和论坛上的留言，跟大家做沟通。那其中这些留言会透露出他自己中本聪自己对比特币的一个愿景。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他的这些留言透露出的什么样的愿景。第一个被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他在论坛上跟别人交流比特币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时候留下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这么说的：比特币的本质是一旦 1.0 版本发布，其核心设计就将不再改变。那这件事情说的就是说，比特币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协议。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同时其实还在交流说，如果以后比特币往后发展的话，它需要很多的这种可扩展性。那这种可扩展性怎么办呢？它的协议是稳定的，那又需要可扩展，这是一个矛盾吗？其实他在论坛里边也明确说了，他说我们有比特币脚本。我们的比特币脚本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可扩展性的，它可以实现非常非常多的功能，所以比特币脚本是中本聪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他说的第二段话，这段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是跟 Jeff 在讨论扩容的时候说的一段话。Jeff 当时提交了一个 patch， 说我们可以把区块变成这么大。中本聪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后是需要更大的区块，但是呢，我们也要兼容一些之前版本的一些软件客户端。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设定一个区块号，然后在这个区块号之后去更改我们最大的区块上限，把那个区块上限变得更大。这样的话可以给老的客户端软件时间让他们去升级。那这段话其实说的还是说，比特币是一个可扩容的系统，它需要更大的容量，也就是说是扩容。那么中本聪的这两段话实际上体现出了他对比特币未来的一个愿景。第一个就是协议稳定，第二个就是扩容。然而在2017年8月1日这个时间，实际上如果大家对这个时间有印象的话，你们就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 BTC 实际上是要激活了这个 Segwit， 就是隔离见证这个功能。其实它对协议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那同时一些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协议，然后同时又希望把区块的上限提高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希望能够保持原有协议，然后把区块上限提高到8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比特币历史上第一次分叉，就实际上是第一次永久性的分叉，就是分成了 BTC 和 BCH。BTC 是修改了协议，然后 BCH 呢是保留了原有的协议，并且把区块上限增加到了8兆。然而在2018年11月16日，大概在第一次分叉之后的1年多的时间之后，就出现了第二次分叉。当时实际上是
BCH 是希望修改协议，增加一些新的操作码，而 BSV 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协议继续不变，然后恢复操作码，把区块上限继续提升到128兆。但是因为两群人产生了分歧，所以就产生了第二次分叉的历史。就是 BSV 呢，依旧保持了中本聪的愿景，也就是说继续提升区块的上限，同时保持协议的稳定。这里边也有一个小的故事，是在我们后来再往回看的时候会看到的一些东西。当时是 BCH 希望增加的一个操作码之一，就是OP check data verify 这个操作码呢，其实它实现的一些功能在原有的单个的操作码里是没有的，的确是没有的，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操作码。而 BSV 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不要增加这个新的操作码，因为我们可以用一旦我们恢复到原来最初设计的那些操作码之后呢，是可以实现这个新操作码实现的功能。当时在这两个社区也产生了很大的争执，然后直到在后来的时候，BSV 恢复了这个所有的老的操作码之后呢，发现的确这个BCH 当时新增这个操作码是可以被这个操作码所替代的。那么在时间又过了1年的时间，大概在2020年2月4日的这个时间是Bitcoin SV 是恢复了整个最初比特币的那个设计的那些操作码，恢复了这些协议，然后去除了区块的一些限制，去除了操作码数量的限制，去除了TX 大小的限制，同时把区块的大小就不再在代码里硬性的写死，而变成了一个矿池可以配置的这么一个配置选项。所以相应于在2020年2月4日的时候Bitcoin SV 呢就基本上升级到了最初的协议。我们是要升级也好，还是说恢复也好，就是说它到了最初的协议。而实际上我们看一路走来，为什么叫 Bitcoin SV？ 其实它的名字也就说明了这整个的比特币的这个历史，也遵从了是中本聪最初的这些愿景，希望能够协议稳定，希望能够扩容，所以整个 Bitcoin SV 的历史也是中本聪愿景得到恢复的一个历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之为中本聪愿景。那当然，我们都是非常理性的人，我们并不会说非常肤浅的认为说凡是中本聪说的就是对的，我们就无脑相信就好了。这当然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用理性的推导，用逻辑的推导并且有实践的证明，要证明中本聪的思想是正确的，是不是正确的？这其实是需要我们来证明的。非常有趣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来看待我们中文 DevCon 的这2天的演讲，我们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以什么样的视角呢？就是我们以证明中本聪的愿景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听这2天的演讲，会非常有趣。因为在这2天的演讲里面，我们会介绍到很多关于比特币设计中不为人知的一些背后的逻辑，可以帮助大家系统的理解中本聪的设计是为什么是这样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样设计，但是我们在这2天的演讲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它为什么是这样设计。我相信你带着这个疑问去听这2天的演讲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了这个白皮书，我们再回到白皮书里边讲的一些内容，我们来重新再审视它，重新来看一看中本聪设计这个比特币的时候那些没有被完全理解的原理。那首先，比特币它首先是一个经济系统，是用密码学来实现的一个经济激励系统。
如果我们从经济激励的角度来看这个系统的形成，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哈，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矿工是首先出现的角色，因为只有矿工才可以运行这个网络。那矿工他想运行这个网络，他不是说他就是想运行网络这么简单，而是说他想赚钱。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说他为了赚钱，为了获得收益，他才运行这样的网络，他才去挖矿。而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正是因为他们矿工们想去赚钱，所以才建立了比特币网络。通过矿工挖矿这样的一个行为来构建了比特币网络以及比特币网络的当中的服务，所以这些网络和服务才开始让人们真正能够使用比特币。而人们使用比特币的这个行为，是人们的使用给比特币赋予了价值，而这些价值才开始让矿工获得收益。其实这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来看这个经济激励系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同时，这是从矿工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济激励系统。那如果我们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这个经济激励系统，它是什么样的逻辑呢？首先，他肯定希望这个经济激励系统是好用的。然后怎么是好用呢？首先，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它是好用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的手续费不能太高，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手续费，你不能说转一笔账就要花100块钱，是吧？这个是让人觉得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它需要一个很低的手续费。然后同时呢，低的手续费就让人愿意使用这个系统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在这样的系统上做建设，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然后促进这个生态的发展。那同时让这个系统就变得更有价值然后就这样就是产生了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记得应该是有些人他们对比特币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比特币不适合每天收入低于$2的人使用这真是一个非常奇葩的说法我非常非常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从矿工的角度来讲到的这个经济激励，从用户的角度讲到了这个经济激励，他们有各自的诉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我们希望这个系统维持下去，维持运转下去，所以矿工是一定要赚到钱的，而用户又希望手续费是低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面临的选择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既要满足低手续费，又要让矿工的收益能够维持或者是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增加转账的数量，增加 TX 的数量。我们需要大量的 TX 来维持低手续费，并且维持高的矿工收益。那很简单，系统一定要支持非常大的容量，只有大的容量才可以满足这两个诉求，同时维持系统的运转。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从简单的这种经济激励的逻辑推理上，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就是扩容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非常支持大的容量、大的区块。那么最近可能大家比较火热的一个概念就是DeFi。那 DeFi 非常火热，它背后也有很多就是非常不错的应用那个开发的项目呀，等等等等。但这里边的这个我们抛开这些不说，但是其实对 DeFi 甚至是对整个这个区块链影响很大的一个有负面的影响的是什么呢？是非常高的手续费。其实无论是任何我们说火爆的项目，我们说用户量大的项目，我们说使用频率高的项目，对手续费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高的手续费是会驱逐这样的应用，或者是抑制这样的应用的发展的。好，我们来进一步来看这个白皮书的具体的第5节。
第5节实际上讲的就是 BTP 网络，这一节描述的是节点的行为，节点如何加入到这个网络当中。这里面我们给节点下一个定义，节点指的是挖矿的节点，不挖矿的，你即使是运行了一个全节点的软件，你也不是节点。其实如果说我们比特币扩容之后，会有大量的 TX， 因为我们在刚才上一页里面已经跟大家证明这个逻辑，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逻辑，需要大量的 TX 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其实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呢，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矿池的带宽资源的，当然也要消耗其他的资源 ，CPU 资源等等等等。那这样大量的带宽资源，其实对于一个矿池或者对于矿工来说，矿池来说，并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把这个大量的这个带宽资源去给那些非挖矿的节点，也就是说，它不会消耗大量的带宽资源去把这个 TX 广播到非挖矿节点，它没有这样很强的动力，而它有动力去广播给挖矿节点。为什么它有这个动力？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所以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动力呢，所以大家在扩容等到 TX 非常非常巨量的时候，可能非挖矿节点它不一定能够非常有效及时的得到就免费有效及时的得到这些交易了。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服务，比如说我是一个钱包服务啊，我是一个其他的交易所的入金的服务啊，等等等等。那其实这绝大部分的服务都是通过 SPV 就可以满足的，满足收发、验证 TX 等等等等，满足用户的一切需求，也满足了绝大部分这个应用服务商的这样的需求。如果有一些数据服务商，他可能需要全量的数据呢？那我们说，他可能会找矿工付些费用去能够买到这样的数据。矿工节点可能就因为你付了一些费用，他就会有动力去广播给你，或者是直接发给你。而 SPV 实际上是在比特币设计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因为只有通过 SPV 才可以让整个网络变得可以扩容。如果大家全部运行全节点的话，其实很多应用和服务你完全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巨量的TX 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如果是还是跑全节点的话，还是跑从巨量的 TX 当中去过滤自己想要的 TX 的话，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用 SPV。而关于 SPV 的，就是这些技术点以及它是怎么运行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张伟老师在今天的一个演讲，他这个主题就是专门讲 SPV 的。好，所以我们还是回来继续讲第5节节点的行为比特币网络。那么第5节的第1条是这样的，第1条就是说新的交易被广播到所有的节点。这条描述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要带着2个问题来思考这一小节这一条。那么就是节点为什么愿意广播它的 TX， 以及其他节点为什么愿意接收这个 TX。 这2个问题非常有趣。首先，节点为什么愿意广播呢？因为挖矿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节点它挖出了一个区块来，它说这个区块是一个合法的区块，那什么叫成功呢？什么叫挖矿成功了呢？它如何能得到这个挖矿激励呢？它其实不仅仅是说算出那个哈希值，就完了就结束了，而是它要把它的区块告诉别的节点，让别的节点也要承认。那别的节点要承认呢，就需要2个步骤。第一，我要能接收到；第二，我要能验证。那么尽快的把自己收到的 TX 广播给其他节点呢，原因是因为希望
我的潜在的可能的，因为我收到了 TX， 我一定是会放到我的区块里，放到我正在挖矿的区块里。那么这就是我潜在我可能会挖出的区块，我一定希望别人也要知道这个 TX， 因为一旦我挖出来了之后，我真的去挖出一个成功的区块里包含这个 TX， 那么其他节点要尽快验证，因为其他节点不尽快验证的话，就可能被竞争性的其他节点挖出来的区块所固块掉，所竞争掉。那么这个时候我如何能加速呢？那我就早点广播给你们，早点让你们先把这个交易，先把这个 TX 验证了，把这个 TX 验证了之后，那我这速度不就更快了吗？你们的验证速度也会更快，接收速度也就提前接收的也就更快了。那更快的目的实际上是我能够就大概率可以赚到这个区块的钱，不会被固块掉。所以这就是它为什么广播的动力。那为什么要接收呢？就是别人为什么愿意接收这个 TX 呢？是因为所有的挖矿节点如果想尽快的开始你的下一个区块的挖矿，那你一定要在现有的合法的最新的区块的基础上继续挖，对吧？那如果我怎么尽快的继续挖呢？那我首先要尽快的验证啊。那我怎么尽快的验证呢？我就先把这些 TX 拿到啊。我拿到了之后，我验证完了之后，等区块头过来之后，我再去验证这个默克尔数啊这些其他的区块头的信息，不就更快了吗？所以这就是就是为什么他愿意尽快的接收这个广播。你看，一个愿意发送，一个愿意接收，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种挖矿的激励，这种经济激励，让他们双方就去开始这样的合作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假设我就是不广播，我就是要攒着，我就是捂着这些 TX，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捂着吧，反正他就想捂着，你怎么办呢？那他就会很倒霉，为啥呢？你会增加别人验证你区块的时间，会给你固块率提升，那这就可能会在长时间的博弈当中，你就会丧失你的竞争力，你就挣不着钱呗，就这么简单。那么也正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愿意发，一个愿意收这样的激励，以发的希望能尽快发，收的希望能尽快收，所以会出现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中，节点和节点之间基本上是两都是相连的，基本上是全互联的。我们称之为这叫小世界网络。实际上呢，正是因为这样的激励，让节点之间形成了一个小世界网络，并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大量的那个分布式的网络。挖矿节点之间它们形成的是小世界网络，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经济激励机制。关于小世界网络，关于比特币的这个组网，这里边有很多的，包括计算机的拓扑学方面的很多知识，很硬核。大家一定要听今天周全老师讲的节点和比特币网络的那个演讲，因为他讲很多更细节的更原理性的一些知识，也会相信大家会有很多收获。所以一定要听那个演讲。好，这里我们再看看这个图中，你看我们新交易广播的时候，实际上是从用户钱包到商户服务商，再到节点。那我们这里要谈一个 P2P 的概念。P2P 的概念，首先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节点和节点之间的 P2P 的一个概念，就是他们俩是peer to peer 嘛。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用户钱包和比如说是用户和商户之间的这种 peer to peer， 就是 peer to peer， 就是收发比特币的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的 peer to peer。那这个为什么是 peer to peer 呢？我们要谈两个概念。我们传统上发送比特币的概念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用户把自己的 TX 广播到这个网络当中，然后呢，商户接收方再从网络当中过滤出这个 TX， 再来接收，再确定是不是收到了。然而，在巨量的这个就是比特币扩容之后，在巨量的交易的这种场景下，商户再从这么多的 TX 中过滤出自己 TX， 这是非常非常耗资源的。所以这也是
会导致商户的成本变得非常高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时候商户还想继续保持低成本运行怎么办呢？实际上这就是第二个 peer to peer 的概念。用户在新的模式下，用户不再把 TX 广播到网络，而是用户直接把 raw TX 给商户，商户把 TX 给跟他合作的这个矿池节点提供了这样的这个接收 TX 服务，然后呢矿池接收到 TX 之后呢，再告诉商户说，好，这个 TX 是一个正常的 TX， 或者是这个 TX 是我内存池里已经有了，那么你这可能是一个双花的 TX。那这个时候商户也就非常快的知道说，这个 TX 有没有问题，同时也会非常快速的以快速并且低成本的告诉这个用户说，OK， 我收没收到钱？这是一个就是B2B 设计当中不太被人知道的一个 peer to peer 的概念。好，我们再回到第二条，那么第二条是说我 TX 广播了，那么我的每个节点就要把 TX 收集到区块当中，实际上这就是收集 TX， 然后构建区块头或者我们叫做构建默克尔树的这么一个过程。它的收益也会在它的 Coinbase DX 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构建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先构建出来，然后在原来构建的基础上呢，去增量的构建这个新的默克尔树比如说我们绿色的这部分就是新的最底层是新的节点新的 TX， 然后呢上层呢是构建出来的这个新的默克尔树的上层，然后绿色的部分呢是叠加在左侧左侧的这些橙色的节点，就是说橙色的点是会老的默克尔树可能会被修改的点。那么随着默克尔树的收集到的这个 TX 越来越多，我们继续往后叠加新的 TX，这样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过程。那其实我们看到，当我们的 TX 是海量的时候，我们这个默克尔树的计算过程只会计算，其实它对老的默克尔树已经形成的默克尔树并没有非常大的修改，修改量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呢，它是一个增量过程，而这样的一个设计实际上是专门为巨量的 TX 设计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当只有1兆的区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这样复杂的结构去设计它。所以默克尔树是为巨量的 TX 设计的，默克尔树是为扩容而设计的，这就是比特币网络当中隐藏一个另外的一个设计的原理。这里边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吧，就是在之前我们看到说，在 BCH 和 BSV 在分开的那个时候呢，其实是 BCH 加了一个叫做对 TX 的字典排序从拓扑排序转到字典排序。那么这个排序的变化当时也是争议的一个焦点，而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在巨量的这种 TX 下，在大的区块下面字典排序可能会导致频繁的对默克尔树计算的刷新，实际上是很不利于扩容的。而我们在中本聪最初的设计当中的这种说是拓扑排序，它其实是基本上对默克尔树的计算是增量的，不需要刷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说是为扩容设计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巨量的这种 TX 情况下，它仍然可以保持非常高效的这种计算。那同时这里我们也强调一下，我们经常会说 POW 工作量证明，其实 POW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知道是哈希的计算，是矿机做哈希计算，但还有很重要的部分是指你处理 TX 能力，你计算默克尔树的能力，你的服务器处理这些 TX 的能力。因为如果你不具备处理大量的 TX 的能力，那么你收到的手续费其实是很少的。当补贴越来越少，
矿工主要是靠手续费，手续费主要是靠你能处理大量的 TX，不是说你有大量的算力就可以，是你要处理大量的 TX，你能收的这些手续费。所以，当我们说 POW 的时候，说的还包括你在你的服务器处理这个 TX 的能力，否则你就会在挖矿的竞争中会被淘汰掉。好，我们再来看第3步，就是每个节点，当我的区块组装好了，区块模板组装好了，我要为这个区块模板去找工作量证明，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哈希值。那么，随着这个区块的奖励越来越少，就纯粹区块奖励越来越少，矿工想赚到钱，就需要更多的手续费奖励。那么需要更多的手续费，需要更多的 TX。这里边有一个经济激励机制，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本质上说，区块的奖励是越来越少。那么区块奖励像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像一个补贴行为，就是在一个市场还没有形成、还没有成规模、还竞争也不够充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补贴的行为。但一旦市场形成规模，一旦竞争足够充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个补贴了。这是中本聪设计背后的另外的一个有趣的原理。所以中本聪也会在论坛上也说过，比特币要么就很多年之后，比特币要么就是全世界都在用，有巨大的规模，要么就没人在用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区块奖励是补贴，手续费才是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扩容。再提一下，就是说，昂贵的手续费会驱逐生态的离开。这里边其实有非常现实的例子，比如说以前在 BTC 上有一些应用，比如说像一些稳定币的应用，最早他们会在 BTC 上运行但为什么会离开呢？为什么会去到了其他的链上去？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手续费太高了，所以高的手续费会让链失去竞争力。这也就是为什么Bitcoin SV 需要扩容、需要低手续费的原因。目前来说，肯定是 Bitcoin SV 在所有的区块链中的手续费是保持了最低的竞争力的，手续费最低，所以足够有竞争力的。那么Bitcoin SV 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区块的大小实际上是由矿工自己定义的，矿工自己定义区块的大小，自己配置区块的大小，引入矿工之间、矿池之间对区块大小的博弈，然后这样的博弈是让这个区块是可以扩容的，然后是让这个区块大小是可以伸缩的。如果是需要很大的区块，它是很容易扩大的。然后同时让累计的手续费变得更多，让单位空间的手续费就变得更低，从而引入更多的应用、更多的 TX， 就是累积更多的手续费，能够这样达到一个正循环。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BSV 的这种逻辑吧，逻辑路径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好，那么接下来，当区块就我们挖到一个合法的区块的时候，一个有效的区块，那么每个节点需要把区块广播给其他节点，因为它需要，我们刚才在前面其实已经讲到了，一个愿意广播，一个愿意接收，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其他的节点去尽快的去验证自己的区块的合法性，从而积累自己的合法地位，从而在100个区块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自己 Coinbase 里面的奖励了。那其实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本质上挖矿就变成了一个叫做多方长期博弈的这么一个局面。多方长期博弈，多方长期博弈会让矿工为了竞争而合作。什么叫为了竞争而合作呢？就是广播的愿意广播，接收的愿意接收。虽然是竞争性的，虽然这个区块是竞争，跟我是竞争的，但是广播的也愿意接收的也愿意去接受，从而让网络产生紧密的连接，从而形成小世界网络
如果有人不想去在这个小世界网络里不想形成紧密的连接，那么会导致你的区块传播速度变慢，验证速度变慢，固块率上升，从而失去竞争力而被淘汰。这里边我们也再说一个，就是可能不太被别人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关于去中心化的概念。去中心化是简直是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神话吧，就是说你不去中心化，你就要怎么样啊，就不行，是吧？就是这种，但是我们没有人就想一想，就是去中心化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去中心化绝对不代表每个人就可以跑全节点，也不代表每个人需要跑一个全节点，也不代表我用树莓派就可以加入网络挖矿。而对于一个竞争性的网络来说，我们说竞争性的挖矿的这个网络来说，什么是去中心化？开放才是去中心化。只有任何人都想去加入这个网络，你可以加入，你可以去开放的去加入这个挖矿网络，我就是有了算力我就过来挖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就是变成了一个叫做去中心化的网络。去中心化只是一个手段，其实它的本质是开放性的。这个网络要开放性的才可以，因为只有开放性才可以形成充分的竞争市场。不但网络是开放的，节点也要是开放的，因为节点只有跟其他节点的开放和沟通，你才能获利。如果节点就是不去开放性的跟其他节点沟通，其实你是赚不到钱的，你是挖不到矿的，你是会被固块的，你的竞争力会下降。所以这是关于比特币中本聪的设计背后又有一些不太为人知道的一些设计的初衷吧。好，那么第五点就是说当我就是广播接收到这个区块了之后，我要去验证它的有效性，那就是拿到了默克尔数去验证默克尔区块的去拿到默克尔区块是吧？我们叫做，然后去验证整个区块头是不是对TX 对，然后整个默克尔数根的计算是对的那么在以后的这种就是区块的验证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种模式，叫做流式区块模板。流式区块模板的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我是在挖出一个有效区块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默克尔 block 去广播给其他节点，而是在我的挖矿过程当中，我可能会频繁的去跟其他节点沟通我现有的这种默克尔 block 是什么样子。这样的话，可以主要是有经济激励行为会让他们去做出这样的行动，是因为提高他们的区块验证速度嘛，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和概念那么我们好验证完了区块之后，那么就要继续在有效的区块的基础上创建新的区块。那么这里边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有趣的概念，叫诚实。在白皮书里边也出现了很多次这样的这个词诚实。什么叫诚实？在比特币里什么叫诚实？诚实就是遵守规则。为什么要遵守规则？因为遵守规则才能赚钱，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经济激励系统？是因为这个系统激励大家诚实，激励大家遵守规则，本质上就是激励大家赚钱。因为只有诚实才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尝试欺骗，你可以尝试在一个不合法的区块的基础上去挖矿，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你赚不着钱，你会被淘汰掉。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在内存池里的先见原则。在内存池里有一个叫先见原则，就是说先收到的 TX 是有效的，如果这个 TX 存在双花，那么后收到的这个双花的 TX 会被拒绝的。如果一个矿池你去协助双花，那其他矿池都会不认你的双花区块，就你的区块会被孤立掉，从而 BSV 的这种零确认的安全性
或者是我们称作实时支付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实时支付安全性是在最近 Bitcoin SV 里边发布的一个协议，叫做Merchant API， 就是商户 API， 我们简称为 MAPI， 里面有详细的一个介绍。而今天的演讲当中林哲明会有关于对于 MAPI 的一个更详细的演讲，这个演讲大家一定要听，因为这个涉及到了比特币里边实时支付的概念，就涉及到双花的问题，这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安全性问题。如果实时支付不是问题了，零确认不是问题了，所以区块时间不是问题了，对吗？ DAE 也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对吗？所以这个逻辑是一环扣一环的。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一个总结的时间。首先比特币是一个经济系统，经济激励系统，经济激励驱动了比特币的扩容。如果不扩容，那长期的节点运营商将没有收益。诚实和开放是比特币的盈利之道，不遵守规则，不开放，就不会赚钱。哈希运算是工作量证明的一部分，其实还要对交易的处理区块的构建网络的通信呢，都是节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去证明自己能力的工作，它需要把这些功能做得非常好。那么网络可以随区块奖励随网络的价值奖励的价值增加而自发的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也会随奖励的消失而消失，所以我们要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我们需要扩容，我们需要更多的应用在上面建立，我们需要维持低的手续费。那么以上呢，就是我本次演讲的全部内容。首先谢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将本次大会呢推荐给身边的区块链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对区块链感兴趣的从业者，或者是对比特币感兴趣的从业者，对比特币背后设计感兴趣的从业者那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CSDN 上的 Bitcoin SV 开发者专区，网址是非常好记，网址是 bsv.csdn.net 很好记，我再说一遍 bsv.csdn.net。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 Bitcoin SV 首届中文开发者大会，后续还会有其他嘉宾带来同样精彩的演讲内容，比我这个更加精彩，因为我刚才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这些会有哪些非常非常精彩的演讲，一定不要错过，继续收听，谢谢大家。